别的家乡，远渡过海洋，沿途风雨险阻往心里放，看日月交换欣喜和惆怅，眼睛就算迷茫，汗水会擦亮，收拾起行囊，把思念带上，人生在多波折，逆风而上，看笑泪交织，聚散多无常，只要有希望，就挺起胸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，无休的故事，岁月会流传，那是因为有爱一直在身旁。这里有希望，这就是家乡。我的东西，阿叔和娘娘让我们跪在祖先灵位前思过，你却悄悄玩闹，那是对阿叔娘娘不敬，也对祖先不敬。不要脸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不要脸。谁是你的阿叔？他是我的阿叔，才不是你的阿叔。我给阿叔娘娘敬了茶，你没有，你还把阿叔气得喘大气。你才没资格当人子女，你没话说了吧？你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会被惩罚吗？娘娘，我知道了。好。你说错在哪里？如果你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让你起来。惠娘在大人处理事情时，没真的同意就开口，而且毫无忌惮地骂自己的兄长，该罚。你起来吧。东恩，你呢？如果你选择不说话，那我也没办法帮你了。你阿叔说，你一天不知错，就得继续跪，跪1个星期、1个月、1年，直到你知错为止。你阿叔这一次真的很生气，他不是说着来吓你的。你们说是我干的，那就是我干的好了。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是你做的，可是你阿叔真正生气，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件事，而是因为你做错了事却不勇于承认。也就是说，你敢做不敢担当，更不懂什么叫做知耻近乎勇。这句话你学过，对吗？回答。那他的意思你应该知道，你有做到吗？我问你，你是个男人吗？我当然是个男人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九鼎，做事光明磊落，不暗箭伤人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推诿不色责。可你有吗？如果你选择做这样的男人，我会看不起你的。是我做的，是我用弹弓打你的，因为我不要你来做我的阿妈，我讨厌你。对嘛，敢做敢当，
这才是男子汉所为。你现在知道你最大的错是什么了吗？不是因为你用弹弓打我，也不是因为你不欢迎我进张家，而是因为你犯了错，却不愿承认，不敢承担。这样的男人以后是不会有出息的。至于你对我的看法，我不追究。起来吧。老实告诉你，你说你讨厌我，其实我更讨厌你了。啊？又，再多一点。我的，还给我！坏蛋，大坏蛋！啊，你是很大的坏蛋，你才是个大的臭蛋！还给我！不要，还给我！不要，给我！啊！臭死了！臭嘴巴！你的手在臭呢，你浑身都臭啊！你不止浑身臭，连呼吸都臭。你是天下第一臭，还天下第一丑啊！如果天下第一是我的话，那你就是宇宙第一，宇宙第一无敌臭。你最不要脸！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你却闯进来，白吃白住。你以为是我要来了吗？要不是你阿叔要娶我娘娘，我才懒得来对着你呢。你娘娘也不什么？张东恩，你有胆就说，说就说。我说你娘娘也不要脸，不准你这样说我娘娘，不准你这样说我娘娘。你们两个还打不够，还想再挨打吗？娘娘，她……东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里是祖先的祠堂，上面就供着祖先的牌位，祖先都在看着你们，你们竟敢如此放肆！你们两个，给我向祖先磕3个响头。头家，头家，哼，人呢？那乌龟婆说她女儿是阿纳达拉，除非头家答应娶她，要不然再多钱都不行。什么女儿啊？不就养只待价而沽吗？你去告诉那乌龟婆，不管多少钱，尽管开口。我不相信她不见钱眼开。头家，我已经问过了，可是她一口咬定，除非娶她女儿，否则一切免谈。你去告诉她，我就娶她女儿。你当真？什么当真当假的啊？反正玩过再说。他把鸟窝打下来，鸟窝里头有2只小鸟，小鸟吓得发抖，好可怜。小鸟见不到妈妈，也没有妈妈给它们喂食，很快就会死了。谁说的？我会养它们，它们才不会死。惠娘啊，那只是小鸟啊，多玩那玩就让它玩好了。就算死了2只小鸟，那又怎样呢？那只不过是小鸟。就是啊。彩姐，是太太。拿藤条来。是。东恩过来。哦。
胃疼了没有啊？疼死了。二婶疼，二婶疼啊！太太，东恩，回来跪下，二婶，二婶，跪下。东恩别怕，二婶在这里，你先过去吧。小时候，我父亲告诉我，人先要学会修身，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你们是兄妹，本该互亲互爱，可是却争吵打架。你们不懂得修身，也不懂一家人要和睦，将来又怎么做到齐家？怎么办得了大事？我不懂你们为什么争吵打架，也不管谁对谁错，就凭你们不懂得修身这一项，各打20下。东恩，你身为大哥，你有立下榜样，以身作则给妹妹看。你先受罚，把手伸出来。二婶，二婶，你不用再叫二婶了，她是懂得大是大非的人，她不会护着你的。阿婆救命！阿婆救命！阿婆！阿才没听见出来在喊他阿婆吗？快点请个老人家下来呀！还这那的，快去！是二太太。头家，什么事啊？头家，不好了，乌龟婆带人来了。头家，他不肯收钱，说非要你履行诺言，娶他女儿不可。他带了2个人来，说要请你回去参加婚事。头家，来不及了，你快走吧。冷静，冷静啊！有话慢慢说，慢慢说啊！好，小马，你想办法，想办法。我给你钱，小马。不就是孩子顽皮，当鸟窝下来玩嘛？大嫂骂几句不就行了？还说要动藤条，2个各打20下。孩子皮娇肉贵的，特别是我们东恩，从小像宝一样的疼。阿妈，他怎能经得起打嘛？东恩啊，你叫阿婆来也没有用。你二叔啊，特别的交代，他说啊，你被宠坏了，现在不教，长大了想教就来不及了。你阿婆啊，以前就是护着你小叔，没有好好的管教他，现在啊，他总是给家里惹麻烦，所以啊，阿婆不能护着你了。你二叔啊，忙着做生意，顾不了你。你现在有阿妈管教你，这是你的福气啊！你要好好听你阿妈的话，将来才会有出息啊！阿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再顽皮就是了。阿婆，阿婆。正娘啊，东恩既然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。要是他再敢顽皮，我不会再护着他的。好，东恩，阿婆替你求情，我就不打你了，起来吧。惠娘，把手伸出来。好了，孩子都知道错了，打几下惩罚就好了。惠娘啊，快跟你娘娘说，以后不敢了。阿婆，我做错事，应该接受惩罚。娘娘，你打了4下，这只手还欠6下。
能别看了，二婶带你到我屋子里来，走吧。另一只手。还有2下。哎呀，好了，只剩2下，别再打了。慧娘啊，痛不痛啊？来，阿婆给你擦药啊。阿婆，我不痛，我真的不痛。娘娘，你打吧。好了好了，打完了打完了。慧娘，快起来！别哭别哭。东恩，别看了，我们走吧。快去拿药。东恩，你干什么？你阿婆都说你不用被打了，快起来！我才不要输给他，就算我被打，也不会流下一滴眼泪。这有什么好争的？乖，快起来！你说你不喜欢我，那就用力一点打吧。我不会用多一点力，也不会省一点力。我用什么力道打慧娘，打你也一样。你们得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好好照顾2只小鸟。其中1只死了，你们得受罚；2只都死了，刑罚加倍。小鸟，你们怎么不吃虫啊？你们不是很爱吃虫的吗？小鸟爱吃虫，可是要妈妈喂，它们知道你不是它们的妈妈。那你来喂。我不要。你是女孩子，女孩子才可以当妈妈。我又不是鸟，你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不要，快呀！要是小鸟死了，你妈妈不知道要怎么处罚我们。娘娘是我妈妈，也是你妈妈。她才不是，她是，她不是，她是。你要我被打。小心啊！别大惊小怪。哼，担心你还给你骂，我不管你了，你就是摔下来，我也不哼一声。我才不会摔下来，乌鸦嘴。小心，小心啊！小心，小心！鸟妈妈回来了！哪里？哪里？那边，那边，你看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咦，小鸟又在叽叽叫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那个老乌龟啊，别以为背后有靠山，有黑白2道帮他撑腰就了不起。我张广达可不是省油的灯。够了！你还那么义正言辞，一点都不觉得羞耻吗？什么羞耻啊？是他设的局让我跳，他才羞耻。难道你没有玩弄你家的女儿吗？什么女儿？你别听他乱说。那个女孩子啊，是他特地养来接客的。她才15岁，你竟然糟蹋一个15岁的小姑娘，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，广达？我管她10几岁啊，只要她是妓女，我玩得起，就是种交易。就好像我们采西米卖给英国人，有价就有市，你情我愿嘛。你，二叔，话可不是这么说。西米是没生命的东西，
哪像人，有血、有肉、有灵魂。不管那妓院老板是不是设下圈套，你夺走人家女儿的贞操是事实。东恩尚且珍惜2只小雏鸟的生命，把打下来的鸟窝放回树上。你糟蹋了一个孩子，怎么还能振振有词、洋洋得意呢？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简直是恶霸嘴脸！大哥，你说的太过分了吧？什么恶霸？你也在商场上走动，应该知道，有哪个大头家不是这样玩的啊？花点钱买个阿纳达拉开运，平常得很。那老乌龟敢跟你要300块钱，根本就是勉强，你是不应该给他的。我没花这个钱，你能出得来吗？他能对我怎样？杀了我不成？他不必把你杀了，他只要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张家的面子就够难看。大嫂，你严重了。不就玩个女人嘛？有钱子弟谁不玩女人啊？那你还砍头啊？你给我住口！大哥，爱玩是男人的本性，你也是男人啊，你应该了解啦。假正经干嘛？你给我住口！广平，冷静点，不要惊醒了阿妈还有二妹。我不好，大哥，我不好，哎，我不好，哎，绝对不会再发生了，大哥。你们休息吧，我回去了。二叔，请留步。你大哥花了300块帮你摆平这件事，这些钱我会从你薪水里扣。大嫂，你这样说话就不对了。那300块钱是我大哥做主要给的，要是我知道，我肯定会阻止。如果你修身养性，不闹出这样的事，你大哥又何必为你操心奔波？你做的事要自己负责。我们俩是亲兄弟，何必算得那么清楚呢？这种钱必须算清楚。你大嫂说的没有错，就这么办了。还有，我查过林茂和淡边那2个锡矿厂的账本，有很多不明之处。那是来打点黑白两道的。以后你大嫂会定期查账，你每一分钱的支出都要记得清清楚楚。你是不信任我吗？不错，我是不信任你。没钱给你挥霍，你就不会再作怪了。女人如衣服，兄弟如手镯。宁可相信女人的挑拨，也不相信自己兄弟啊！我认了。张广平、张广达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们张家绝子绝孙，根本不太好死。住手！你别叫我，不太好死。你挨骂，头家该怎么处置他？你是哪里来的？我是你们张家的矿工。你们张家2兄弟，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白脸。很多苦力都染上了鸦片瘾，没有鸦片，犹如废人一般。在矿区，让苦力抽鸦片那是逼不得已。我一直在劝苦力戒除鸦片，所以我才设立了广德堂。你在糊弄谁呀？劝苦力戒鸦片，应该说千方百计引诱苦力抽鸦片才是吧？你有什么凭据？凭据？我就是凭据。你？我从唐山来到南洋，一下船就被派去锡矿厂工作，帮你们张家开采锡矿。3年来，我没有离开过矿场。1年前，金山沟崩塌，
我们5个人正在清宫，刚好被压得正着，3个死，2个伤，我是其中1个。非但没有赔偿，我的伤都还没好，就要我回去工地工作，说不愿意的话就叫我滚。3年，我做了3年，连一张回乡的船票都买不起，你叫我滚去哪？后来，工头叫我去烟馆，说只要抽了鸦片，就不会觉得痛。我就是这样，染上了烟瘾。不抽鸦片，我不能工作。可是工作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全都拿去抽鸦片。我闹上烟馆，他们竟然把我捉起来，狠狠地把我推打，打到我这边的人说，锡矿厂、烟馆都是你们张家的，我烂命一条，只要被你们打断了，你有种的话就把我给杀死。侯家，别听胡说八道，送他去警察局吧。不准乱来，放了他。大头家，他论你一身肮脏，又口出狂言，不能这样便宜他的。让他走。退！等等，叫什么名？猪放屁！头家饶了你，你还满口脏话。我哪有脏话？我叫猪放屁。朱先生，你先到广德堂把鸦片给戒了吧。你刚才所说的事，等我查清楚了之后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是真的。啊？朱放屁骂的都是真的。我父亲是一个猪仔头，从唐山买猪仔，运到南洋来开采锡矿。每一个猪仔都要欠下一只卖身契，有很多大老死。都回不了自己的故乡。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荣华富贵，都是祖先贩卖猪仔所换来的。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。现在的苦力也好不了多少。他们有许多连寄回乡的钱都没有。更别说落叶归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听那些来借鸦片的苦力说，矿区内开了妓院、赌馆，还有鸦片烟馆，把苦力辛苦赚来的钱都榨干了。这些赌馆、鸦片馆，即便不是矿主自己开的，也得到他们的默许。朱放屁骂的没有错，我是一个伪善者，一边帮苦力戒鸦片，一边又默许烟馆在矿区经营，毒害苦力。我知道你很想做好事，否则你就不会正义施药了。我只是想为祖先多积点德，可是我还是继续的在找你。为何不把烟馆、赌馆、妓院都关了？真娘，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容易。就以鸦片来说吧，苦力10之8九
都抽鸦片，没有烟馆，他们去哪里找鸦片来抽？没有鸦片，他们又怎么能够开工？那就加紧劝苦力戒鸦片。我知道积习难改，但是事在人为，光凭造孽或积德，不是没得选择的。看，多漂亮啊！还不是多亏你这双巧手。好像有句话说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没有你这头又浓又密的头发，我这双手也没用啊。你呀，就会哄我开心。二叔他们就快到了，我们下楼等着喝你的媳妇茶吧。唉，怎么啦？好不容易才哄得老太太笑开了怀，怎么现在又叹气啦？我知道你对我有心，可是啊，就怕有人又要大吵大闹，不让我好好的喝这杯媳妇茶。二妹她会识大体的。我几年前回去乡下，见过这个白家姑娘，长得还顺眼，所以当老二吵着要我答应她回去娶二房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反对。况且祖先有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老二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身边有东恩和惠娘陪着。老二没儿没女，所以他想多娶一房，给张家增添香火，那也是情有可原呐。偏偏就是那个女人看不开。二妹的心情我能够了解，丈夫要娶二房，没有一个妻子会开心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她也应该体谅我们张家人丁单薄啊。而且人已经娶回来了，她要死要活又能怎么样呢？人家说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什么事啊？不好了，二太太她我就知道有人不让我舒舒服服的喝这杯媳妇茶。她又怎么啦？快说！她听见了车声，知道二爷回来了，传来了一桶油，说要跟他同归于尽。你放手啊！师长连你们也烧死了！阿婆，娘娘，我们回来了！放手啊！阿婆跟娘娘回来了。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手上已经沾了油，你会伤到自己的。你还是把煤油灯放下来吧。你想烧死亲夫氏吗？啊！你疯了！你还当我是你老婆吗？我是被你逼疯的。我今天就要跟你同归于尽。抓他！我是让这个女人进门的，赶她出去！赶她出去！放他！阿才阿姨，二太太气在上头，怎么没好好劝她？对不起，太太，油是我泼的，我还要点火烧人怎样？二妹，你再生气，也不能在屋里淋油点火，水火不掩，万一闹出人命，把屋子给烧了，怎么办？那就一起死啊！就要全家死光光！二妹，我就是要说，就要全家死光光，老的也死，小的也死，全都。够了！有些话，我们做晚辈的绝对不该说，不能说。你们都不死，我死，我现在就去死！阿银、阿好，送二太太回去休息。是太太。打得好，应该把他打死。二叔，你去换件衣服，准备给阿妈敬茶吧。
娘娘，娘娘，小婶婶，这就是我娘娘，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，长得又漂亮又有威严？你看这么难收拾的场面，她都镇住了。惠娘，大嫂，没吓着你吧？当然吓着了，二婶那凶神恶煞的样子，我都被吓到，更何况是小婶婶？你看，她的手都是冰的。你带小婶婶去你的房间梳洗一下，准备给阿妈敬茶。小婶婶跟我来。娘娘，我听到了。听到什么啊？我听到你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当然知道。家里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，大事小事都要你老人家操心。现在多了一个人，不知道又要生出多少事来。你不，哎呀，都不行了。我烦的何止这些啊！我还得操心你成不成才。这次到新州，有没有学到什么做生意之道？当然有，我学到很多心得。什么？什么心得？说来听听。娘娘，我刚风尘仆仆回来，马上就被二婶吓了一大跳，精神都还没恢复，你就要考核我，真是于心何忍啊！我现在肚子饿了，先去厨房找点东西吃。我不考你，你阿叔会放过你吗？心得不必多，说一两个就行了。我这次学到做生意要老成持重，大事小事亲力亲为，一丝不苟。还有啊，不要敷衍打哈欠。娘娘，我这是身不由己啊！一提到做生意，就忍不住。既然你还不想立业，那就早点成家吧。啊！你阿婆啊，天天叨念，要你早日成家，开枝散叶。我看啊，我得帮你物色对象啊。娘娘，你干嘛老是针对我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什么了？我知道娘娘你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改变过，一直都很讨厌我。小婶婶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二婶再蛮横，我娘娘也有办法治住她的。这个家上到阿婆，下到佣人，他们都很敬重我娘娘的。你娘娘看起来挺和蔼的，一点都看不出她有威严，是吧？你别被她的外表骗了，她发起怒来才可怕呢。小时候我最怕被她打，她下手可是不留情的哦。不过她为人公正明理，即便是对家里的佣人也一视同仁。如果是我们错了，我们也得向佣人道歉赔罪，有时候还要挨打呢。总之，有我娘娘在的一天，绝不会让你受欺负的。黄真女，你竟然当着下人，还在贱女人面前打我，分明就是要下我的面子。你以为有那老太婆跟你撑腰，就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吗？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谁呀？是我呀，金花。进来吧。二太太，我回来了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了一阵子了。你可知道我被人打耳光，当众被人羞辱了？二太太，我一回来就在厨房里忙着，后来我听见客厅里很吵，我跑去一看，看见太太，那就躲起来，看着我被人欺负。亏我还让你放假2天回去看孩子，真是没心肝啊！二太太啊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炖了清热降火的莲子百合。不喝不喝。
二太太，你别生气嘛！看到你这么伤心，我也很难过。太太真是的，还是你有我的心，不像那个小妈姐，就只会争着讨好黄正娘，狼心狗肺的东西。二太太啊，我是你带过来的，当然是向着你啦，哪像阿豪、阿莹是太太派过来的。我知道，那两个小妈姐是黄正娘派过来监视我的。那死娘惹婆，表面一套，暗地里一套，还不知道给老太太下了什么降头，对她千依百顺的。对付这种有心机的人啊，你也是要冷静。冷静？你叫我怎么冷静啊？要是有男人瞒着你带个女人回来，看你能冷静吗？二太太啊，刚才彩姐来过，她说老太太请你一定要去喝茶。不去，就是抬个金轿子，我也不去。二太太啊，依我看，你一定要去。一来啊，老太太的面子你不得不给；二来嘛，要看好戏。看好戏？阿才，你到二太太那边看看。是太太。阿才，别去了。既然三催四请都不来，那就算了。时间不早了，过了50就不吉利。开始吧。是老太太。开始了，我来迟了。阿妈、大哥、大嫂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怎么会呢？我不来喝这杯茶，又怎么有资格当人家大姐啊？你能这样想就好。大嫂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你刚才那一巴掌，还真的把我给打醒了。二爷姨太太给祖先磕头。一磕头，二磕头，三磕头。新媳妇给祖先敬茶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落地开花，子孙满堂。阿妈，阿妈，快去叫大夫！快啊！快来，老太太！惜别了家乡，远渡过海洋，沿途风雨险阻，往心里放。看日月交换，欣喜和惆怅，眼睛就算迷茫，汗水会擦亮。收拾起行囊，把思念带上。人生在多波折，逆风而上，看笑泪交织，聚散多无常。只要有希望，就挺起胸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要让